表现得越像机器人越好。清楚地记住，你是机器人，你是星期五，你是没有感情的。忘记之前的一切，你要引导他接受真正的星期五，这样才是对他好。你就没有什么事情想要问我的吗？我不问，你就不答，是不是？主人，你今天心情不太好呢？我现在在笑，你怎么会觉得我心情不好？因为我一直在观察你。是，深度学习观察样本数据，一直是你的工作。不管是谁，你都会观察他，不是吗？也不知道你是发自内心的觉得好笑，还是因为叔叔叫你笑你才笑。为了给主人更好的陪伴，我会根据主人的心情给予当下的反馈。无法识别主人表情，请问是否需要呼叫救护车？你是真的都不记得了是吗？穿这件吧。你喜欢就行。他们没有怀疑你吧？当然没有，我就是真人。觉悟不错，来。你是记得的，对不对？你是有感情的，对不对？你能不能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？主人，我不是很懂你的意思。你是在提醒我，不应该纠结一个机器人的眼神，对吗？不应该因为一个机器人会听所有人的话而生气，不应该在意一个机器人忘记了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记忆。你给我输入！你给我输入！我们以后不再是朋友了，你只能开启运营模式。好的，主人。那我现在先去收拾书房，你有事再叫我。不用了，你回实验室吧。我还有电。回去吧，明天也不要再过来了。永远陪在你周围。
要迟到了。喂，舅妈，怎么了？珊珊，你今天有空没有啊？我跟你舅舅啊都加班，有个事儿想拜托你。结合上次的检查呀，我发现他对花生、番茄、鸡蛋清，甚至是皮产生过敏。这样啊，你带他先去拍个片子去啊。好的。小朋友，跟姐姐一起去做检查可以吗？走吧。现在呢，过敏源已经控制好了，我再给你开一些应急的药物啊。那还有什么注意事项吗？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，但是一定要远离过敏源。虽然发生急性休克的概率并不高，但是安全起见嘛，我再给你开一个肾上腺素的注射器啊。哎，医生，知道在过敏症中有对人类过敏的吗？对人过敏？好像有这个案例，但是发生的几率非常低。几年前，有一位英国女性就对她的新生儿产生过敏，她只要抱她的孩子，身上就会长疮。我们把这个叫做孕期类天疱疮。哎，那除了对婴儿，对所有人都过敏的那种？这种我倒是没有接触过。那位孕妇后来怎么样了？治好了吗？这种孕期类的天疱疮呢，几个月以后它会自然痊愈，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是带她到专门的医院做一些针对性的检查。哦，谢谢医生。不客气。